上集同大家詳細介紹咗維多利亞城嘅發展，同埋喺香港法例上邊列出嘅範圍。今集會同大家一齊去尋找現存嘅維多利亞城界石。維多利亞城嘅範圍，除咗喺白紙黑字寫入法例之外，為咗讓一般市民亦都能夠見到城市嘅邊界，香港政府喺城界上邊樹立咗界石，清楚標示出城市嘅範圍。呢啲界石以花崗岩打造，係一支1英尺乘1英尺嘅方形石柱，高約4.5英尺，頂部呈錐形，並以英文喺柱身上邊刻上 City Boundary 1903字樣，分佈喺堅尼地城至到銅鑼灣嘅城市邊緣。根據政府官方嘅資料，有6塊維多利亞城界石被記錄落嚟。第一塊界石位於堅尼地城尾西寧街西寧角對面嘅堅尼地城臨時遊樂場裏邊，非常容易到達，唔少嚟踢波嘅朋友都應該見過。呢度亦都係當年城市嘅東邊邊界。第二塊界石位於薄扶林道近士美菲路交界西行線嘅行人路上，啱啱就喺行人隧道出口處。由於界石位處繁忙嘅薄扶林道交通燈位，唔少駕車人士喺等候嘅時候都能一睹界石嘅身影。第三塊界石位於海拔700英尺高嘅克頓道路旁，離旭龢道400米左右。如果由龍虎山步行落去旭龢道，就應該會經過。界石就喺晨運徑靠山坡嘅路旁，旁邊仲有一個展示板，介紹維多利亞城界石嘅歷史。第四塊界石同樣位於海拔700英尺高嘅舊山頂道同埋地利根德里交界處附近。如果經常沿舊山頂道上山頂晨運嘅街坊，必定會見過。只要由交界處沿舊山頂道往上行一小段，就會見到。第五塊界石位於寶雲道，離司徒拔道交匯處約半公里。界石就喺晨運徑旁邊，相當容易到達。界石前邊仲有一塊金屬牌作簡單介紹。第六塊界石位於跑馬地黃泥涌道，啱啱就喺聖保祿天主教小學對面嘅行人路上邊，相信係位於市區最容易到達嘅一塊，亦都係最為人所認知。同樣喺界石前邊都有一個金屬牌作簡單介紹。雖然官方記錄只有6塊界石，但有市民發現位於馬己仙峽道15號嘅路旁，油桶後邊有支石柱，部分陷入咗斜坡之內，而突出嘅部分卻係同維多利亞城界石極為相似。仔細觀察，柱身上邊同樣有 City Boundary 字樣，
只係有部分被斜坡遮蔽。再對照地圖上邊嘅等高線，符合海拔700英尺高嘅南邊界線，相信呢一支就係第7塊界石。雖然維多利亞城界石意義重大，係香港發展嘅一個重要里程碑，但當時香港嘅古物古蹟條例卻未有將維多利亞城界石評級，未能夠以法例將界石收納喺古蹟保護網之下，因此當意外發生嘅時候就追究無門。2007年6月，有市民發現位於馬己仙峽道嘅第7塊界石不翼而飛，懷疑係維修斜坡嘅工人施工嘅時候將界石移走。唔少市民先後向地政總署同埋古物古蹟辦事處查詢，但各部門均未能夠解答界石嘅下落。第7塊界石從此喺上址消失，至今仍然下落不明。由發現到消失，官方一直未有確認位於馬己仙峽道嘅第7塊界石存在。我哋翻查1924年嘅公務報告第22段提及，城市邊界嘅南邊界線有一段相當長嘅距離係沿住700英尺高等高線而劃定，界線由堅尼地城海邊一直伸延至馬己仙峽道以東，要喺適當嘅地點樹立界石。另一份1929年嘅公務報告第23段亦都有提及，沿住700英尺高等高線確定咗馬己仙峽道以東嘅城市邊界，並樹立或者重新樹立了界石。由此可見，消失咗嘅第7塊界石，從外觀、位置同埋舊嘅官方文件都可以確立佢嘅存在。年月嘅過去總是會令人遺忘。當上帝為你關了一扇門，佢同時會幫你開返一扇窗。2021年12月5號，有民間組織喺尋找西高山軍事界石嘅時候，意外發現位於龍虎山嘅第8塊維多利亞城界石。界石位於海拔700英尺高嘅龍虎山郊野公園裏邊嘅克頓道對落嘅山坡上邊。由於位處密林同埋冇開放嘅路徑，所以界石一直冇被人發現。第8塊界石嘅發現可以話係一石激起千重浪。一個星期之後，12月12號，又有民間組織喺司徒拔道玫瑰崗學校南邊海拔700英尺高嘅山坡上邊，發現第9塊維多利亞城界石。界石同樣位處密林之內，離附近一條已經荒廢咗嘅小徑有30多米嘅距離。由於受到植物嘅阻擋，一般路過嘅都好難察覺到界石嘅存在，更何況呢條小徑已經荒廢多時。好消息一浪接一浪，同一個民間組織同日喺摩星嶺前公民村對上海拔700英尺高嘅山坡上，發現第10塊維多利亞城界石。界石同樣位處密林之內，附近冇開放嘅路徑，而且地形相當險要，正常晨運行山根本就唔會跑到嗰個位置。亦都因為咁樣，大自然將呢幾塊過百年歷史、代表住殖民管治嘅維多利亞城界石保存至今。多年後，維多利亞城界石再次成為新聞焦點，重新喚醒香港人談論殖民地時代嘅生活狀況。
令更多人認識當年嘅維多利亞城同埋佢嘅界石。儘管呢啲界石已經失去咗佢嘅實際功能，而家嘅城市亦都不止於銅鑼灣，但界石不單止讓香港人睇到百多年嚟城市嘅發展，亦都提醒咗港人香港由開埠至到97年嘅殖民地光景，是好是壞各有取向。但可以肯定嘅係，如果冇當年嘅維多利亞城，或者就冇今日繁榮多元嘅香港。今次講到呢度，下次再同大家去尋找香港歷史，一齊導賞香港。幫我揾到啦〜